这个绝对是一款专门为音乐制作人打造的声卡，无论是在个人工作室里面连接你各种各样的外接设备，或者是进行录音、混音，甚至是现场演出，它几乎有你所有需要的功能。我在使用过程中呢，感觉到它各种各样贴心的设计以及超强的能力。如果你在为自己的工作室寻找一款功能齐全、扩展性很好的音频接口来串联起你整个的设备链和整个的工作室，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向你推荐这款 Arturia 的 Audiophils 16 Rig。大家好，我是 Alex。Arturia 这个法国的音频品牌呢，2000年创立至今呢，一直是以他们的硬件合成器、MIDI 键盘控制器、软音源、插件等等的出名。不仅声音好、功能全，而且颜值都非常高，特别有法国的这种浪漫主义的感觉。在全球有很多的音乐制作人在使用。提到他们声卡呢，好多人都知道他们的 Mini-Fuse 系列，我们之前也做过评测，非常的漂亮。而他们更进阶的 Audiophils 系列呢，其实推出的更早。从2015年上市以后呢，以高品质的音频和非常强大的功能广受好评。这次他们又为这个系列增加了一个重磅的产品 Audiophils 16 Rig。从这个名字里面的 Rig 你就能看得出来，它的推出呢是希望能够帮助你串联起你整个的工作室，成为你工作室的核心。从它8进16出的接口数量，双 ADAT 的进出扩展，很强大的 MIDI 接口就能看得出来，无论是音乐制作还是后期混音，这个设备都会给你非常大的灵活性，而且它里面有很多贴心的功能，特别值得称赞。我来带你一起看一看它强大的功能。我们先要说的一件事情是，虽然好沉，虽然它是一个机架的效果器，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在桌面上使用。这个橙色的设计非常有意思，小耳朵你可以把它拧下来，反过来变成机架，或者是你可以像它一样，在后面装上这个支脚以及前面的这个支架，直接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设计超级的贴心，而且很好看。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它背后丰富的接口。16个线性输入，最大可以接受24 dB 的输入强度，说明它可以和很多的专业级别的外接设备兼容。同时呢，具有118个 dB 的动态范围，8个线性输出，最高输出同样可以达到24个 dB， 而且这些线性输出采用的是直流耦合的设计，可以发送控制电压来驱动你的模块合成器。这8个输出中的1和2在这个地方可以用来作为监听输出，具有更大的动态范围以及更低的失真。再往这边看，双 ADAT 的输入和输出用来外接扩展设备，在48千赫采样率以下呢，你可以增加多达16轨的额外的输入输出，在未来扩展性方面有非常大的空间。数字时钟的输出以及 DIN 5 pin 的 MIDI 接口输入或者是通过。再往这边有 USB Hub， 这是 Arturia 特别喜欢做的事情，你可以用它连接任何的 USB 的设备，相当于就是一个 USB 的接口。那我们再转到前边，从这边开始，同样是 USB 的接口，还有一个专门为 USB MIDI 用的接口，你可以连接 USB 的 MIDI 设备。耳机的输出配备了 6.5 和 3.5 两个尺寸的接口，这个耳机的输出的阻抗是5欧，非常的低，有足够的推力。我按照官方数据计算了一下，不同阻抗的耳机呢，一般都可以达到115 dB 到120 dB 的音量。别急，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个惊喜。我们继续再往这边看，音箱的监听、静音按钮和多功能按钮。这个按钮可以设置成单声道、dim 或者是切换另外一对音箱，稍后我们还会提到。那再往这边就是它的控制旋钮和液晶屏，这个设备可以在不连接电脑的情况下就是可以使用，比如说现场演出，你可以把它用来串起你整个乐队的设备等等的，而且所有的信息功能都可以在这个液晶屏上去选择，除了音频路由，这个稍后呢我们再去解释。继续往左边看，我们可以看到多功能的输入口1和2，它对应后边的1和2，如果你用前面的接口的话，后面就会被 bypass。 那前面接口可以接2个麦克风或者是乐器输入。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款声卡的麦克前级有非常低的底噪，负 129.5 的输入噪音，基本上就是属于最安静的前级的这个行列。55个 dB 的增益。另外看这个地方有个小小的立体声输入口，插上这个口以后，它就会取代你背后的3和4的输入，你可以用它去连接一个音频播放设备、MP3 手机之类的，非常的方便，或者是任何像节拍器啊，任何的音频的设备。最后呢，我们再要看到这个一侧有2个输出的接口，写着3和4，它对应背后的3和4的输出，但是它不是简单的线性输出，你可以把它当做线性输出，同时你可以把它设置成直通，也就是如果你从前边输入过了一个吉他信号，这个信号可以直接从3或者4穿出来，你可以插一个吉他线在这个声卡上，同时呢从3或者4出来给你的音箱，这时候你就可以真正做到听湿录干，你听到你的音箱的出来的音色，录进去的是吉他 DI 的声音。而且这个接口还可以设置成 Reamp， 你可以把已经录进去的吉他信号，比如说你刚刚录进去的吉他 DI 信号，通过 Reamp
模式输出出来，这个接口会把信号的阻抗调整成乐器信号，你可以再把它输出给你的音箱，重新再录制回来。最后还有一个更精彩的就是，你可以把这2个接口直接变成耳机输出，突然一下就多出2个耳机输出，超级的灵活。所以呢，看到这儿你大概能理解为什么我对这个品牌的功能设计之贴心感到非常的钦佩。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给音乐人设计出来的产品。那看完硬件本身呢，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软件控制台。这款声卡的控制台看上去很吓人，因为有特别多的内容，毕竟它是一个16个输入8个输出加扩展的这么一个声卡。但是呢，我们来很快的分解一下 Analog Input， 也就是你的16个输入都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前面4个不太一样，因为前面你在声卡之前有接口1、2、3、4，每一个这个东西都可以链接，把它连起来。比如说你的3和4在前面是一个，你用这个小接口去插一个 MP3 或者手机之类的，你自然而然可以把它连在一起，统一去控制。而且它的这个接口呢都是智能的，比如说我们插进一根吉他线，你就会发现它在这个地方多了一个 instrument 的选项，或者我们插一根 Mac 的线，你会发现它开启了48伏供电的模式。剩下从5一直到16模拟信号输入全都是在背板可以去使用。那下面呢是模拟信号的输出，我们看到有 monitor 就是你的1和2，然后呢有 phone 就是你面板前面的耳机的输出。monitor 这个地方呢有 mute、dim 切换成单声道，还有 AB， 一会儿我会告诉你 AB 在哪个地方设置，你可以用另外一组的线性输出去连接另外一个音箱做 AB 的对比。耳机的输出，记得这个耳机的输出下面有3个选项，大于150欧的、50到150的和50的，它会根据你不一样的耳机的阻抗去调整输出的信号的阻抗，这一点非常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 Analog 3一直到10， 3和4记不记得我刚才说过，3和4是多功能的接口，在前面就可以用。它有 Line 模式、Reamp 模式，点击了以后呢，它输出来是可以输出到你吉他音箱里面的吉他的阻抗的信号。 Direct Through 点了以后呢，你的 Analog 1就会直接从3出来， Analog 2就会直接从4出来。最后呢还有 Out Phone 就是这2个直接变成了耳机的输出的接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控制它们的电平。 Analog 5到10在背后。再往这边 ADAT 的 Input ADAT Output， 那对应的你的2组 ADAT 的接口，最多每一组可以有8个通道，那加起来一共有16个。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改名的，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改，如果我想录鼓的话 Kick In、Kick Out、Snare、Snare Bottom、Hi-Hat 之类的。你也可以这样，比如说我要混音的话，我的 Bass Comp 从我最后的15、16回来，从我的最后的9到10出来，这些调整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去保存，比如说保存到 Alex Mixing 之类的。强烈建议大家去保存预设，会非常容易。此外，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Loopback， 这个 Loopback 呢就单独的 Loopback 通道，但是如果你用 Windows 的话，你几乎可以有几十个 Loopback 通道，一会儿我会解释。下一个标签呢是叫 Main Mix 和 Q Mix。Main Mix 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选择很多通道，你刚才设置好的各种各样的通道都可以加载进来。你可以把你各种各样的输出回放的设备放到这里边去，混合出一个混音。这个混音呢，你可以输出给你的监听音箱或者是监听的人。那你还可以再设置一个 Q Mix。Q Mix 呢就跟你的 Main Mix 可以不一样，比如说我监听的时候听的是音乐是这样，我的另外一个人通过耳机听的时候是那样。此外，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有 AUX 1、2、3、4，它呢实际上是你可以把它发出给某一个通道，然后再从某一个通道回来。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使用我的 Analog 13、14是 Reverb， 我使用我的 Analog 7和8，我就可以把我的 AUX 把它连上，我的 AUX 1、2推起来以后，我把我 AUX 1、2连接到我的 Reverb 上13、14，那我的 Reverb 回来以后呢，我就能听到了，或者能录音了，就是这么个概念。你可以拿它去任意跟你其他接口去搭配，组织你自己的发送的效果。那怎么组织呢？我们看下一个标签，千万不要晕，这个东西其实逻辑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它的音频路由的管理。我们来看一看，上面叫 sources， 就是音频的来源，你可以认为音频是怎么进到你的设备里面去的。你在这个地方有16轨的模拟信号，刚才我们已经看了，我把13、14变成了 reverb， 我把15、16变成了 bass comp， 一会儿我们来举个例子。然后其他有 ADAT 1到8 ADAT 2 1到8，然后 USB， 所有的 USB 就是跟你的电脑相连的，也就是跟你的输出软件里面相连的。你在输出软件里面就可以建1到32个通道，把它们去按照你需要的去分配。那 destination 呢，就是输出，也就是说你的声音从哪个地方出去，从你的声卡中输出出去。我们刚才说了，我把 Analog 的7和8的输出给了我的外部的一个混响的设备。这时候呢，我希望把它用在我的 AUX。我再解释一遍，我在前面的这个地方把我的混响输出通过7和8输出给我的外部的一个混响设备。你要想象我有一个混响的设备，然后呢，我的混响的设备连接我的输入13到14再回来。这时候我在这个地方输出 Reverb 7和8，找，发送给我的 AUX 1和2左右声道。
这个时候所有我的 aux 在这个地方调整的推起来以后，它就会进到我的 aux 也1和2，也就是我的混响。那我的混响从13、14回来以后，也就是上面这个地方13、14回来以后，它会出现在哪儿呢？它会输入到我的 USB 的13、14，或者是它可以直接输出给我的 monitor， 我就可以直接听到，也可以输出给我的耳机，我就可以直接听到了，是不是很好理解？如果觉得不是很好理解的话，翻回去再看一遍，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知识。所以有了这个以后，你就可以特别快速的去搭配你的输入输出。要记住一点的是，你上面所有的这些硬件的声卡上硬件的输入输出跟你下面的 USB 是不冲突的，就好像你同时可以把混响13、14输出给你的监听系统的同时，也可以输出给你的宿主软件。 OK， 我们再稍微讲一个东西，就是关于 loopback。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单独的 loopback 通道，但是呢 AudioFuse 16你会发现，如果你用 Windows 的话，你在这个地方有超级多的通道，你可以利用任何的通道，不用看这个名字，你就把它当做是一个软件通道就可以了。把它当做是一个软件通道，你可以不用看它的名字。比如说咱们就随便找一个25、26，它叫 A.out 15、16，我选择了以后25、26，我就可以在我的宿主软件里面的25、26接收到我的系统的声音，这就是 loopback， 对吧？至少你可以实现你的 Windows 的内录。你如果有10个 Windows 的程序，你希望单独去控制音量的话，你完全可以把它们分别发送到任意的音轨。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想实现内录，你有很多的通道可以去使用，这是一个超级强大的一件事情。一旦准备好了这些以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用在你的音乐创作、现场使用或者是工作中，超级的灵活和方便。需要花一些时间去学习，因为如果你第一次接触到很多的进出的话，尤其是考虑到搭配各种各样的外接设备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但是呢，一旦你学会了以后，这个东西就是你一个非常核心的中心的工具，它给你超级大的灵活性，给你足够的接口，给你各种各样的功能。我经常说声卡一定要选功能，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它真的给了你很多的功能和选项，可以应付各种各样的事情。最后一个标签 MIDI， 这个地方可以控制 MIDI configuration， 然后你可以选 host 或者 standalone， 以及可以用信号可以从 DIN 过来，就是 DIN 后面的5 pin 接口，或者是 USB 的 host，各种各样的控制。有了这些以后呢，你会发现下面的这些东西跟你前面我们刚才看的控制台，也就是这个部分非常的像。它呢实际上就是告诉你，如果你有一个 MIDI 控制台，不管是推子内容类型或者任何的，你可以1对1的把它 map， 也就是对应住，然后你就可以用你的控制台来控制所有你在这个声卡里面的调整。记不记得我们说过，这个声卡没有电脑也可以用，一旦你有控制台，你有这个声卡，你就可以用它去调整，就像一个数字调音台一样，去调整所有你要调整的东西，非常的清晰和方便。如果你经常用 MIDI 控制台的话，任何的 MIDI controller 的话，你应该对这个非常的熟悉，所有的它的这些控制的参数以及轨道数都给你很清晰的放在这个地方，你只要把它们1对1的 map 好就可以了。OK， 我不知道你看完了这些介绍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对我来说呢，这是一个功能方面近乎完美，为个人工作室、音乐制作人专门打造的音频接口。没错，就是这种丰富的功能和强大的外接链接的能力，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音频接口。如果你经常在家录音做音乐，有一堆的键盘合成器，或者是你有一些硬件设备需要串起来，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尤其是如果你已经是 Arturia 其他产品的爱用者的话，这个绝对是你进阶的目标。好吧，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能够让大家认识到这款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下次再见，感谢大家收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